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由本间良子和本间隆介医生共同撰写的《大脑的解读方法，让您终生保持清晰头脑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抗衰老专家每天坚持的习惯；第二，如何清除大脑中的毒素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抗衰老专家每天坚持的习惯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健康与不健康的人的差距会愈加显著，尤其在迈入50岁以后，这种差异会变得尤为明显。在如今的100岁时代，我们欣慰地看到很多70、80岁的人依然头脑清晰、精神饱满，然而许多40、50岁的人却已开始感受到疲惫不堪、记忆力下降，甚至难以集中精力来应对日常的生活和工作。不少人因此来到作者的诊所，描述自己持续性的疲劳、头脑混沌、睡眠不佳及焦虑等症状。更令人困扰的是，这些症状经常伴随着皮肤老化，如斑点、皱纹，以及肠胃功能的紊乱。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场无形的危机——大脑毒素的积累。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这些毒素会逐渐堆积，并有可能发展为认知症。一旦认知症发作，即便依靠现代医学的手段，逆转其影响也极为困难。作者强调，在症状初期及时清理大脑的毒素，才能让大脑恢复正常的功能。这不仅是预防衰老的重要环节，也是保持身心健康的根本保障。抗衰老专家每天坚持的一项重要习惯就是压力管理，防止脑毒素的积累。在现代社会中，压力几乎无处不在，长时间的压力会促使肾上腺分泌大量皮质醇抗压激素。然而，长期过度的皮质醇分泌会导致肾上腺的疲劳，使肾上腺功能紊乱，加速衰老和脑损伤，并增加患认知症的风险。为了有效预防认知症并减少大脑的毒素，我们需要采取综合的压力管理策略。作者指出，现代人所面临的压力不仅限于精神层面，还包括环境压力和身体压力。一、精神压力。精神压力往往来自于人际关系，如职场欺凌、性骚扰、家庭矛盾以及照顾家人的负担。这些压力通常很难自我进行调节，而且没有明确的结束时间。二、环境压力。环境压力常常会被我们忽视，但它来源于周围环境中的化学物质、空气污染、霉菌毒素、紫外线以及不良的睡眠环境。例如，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会在无形中侵害我们的健康。三、身体压力。由于现代生活中频繁使用手机和电脑，作息不规律以及缺乏运动，很多人积累了大量的身体压力。为了减轻压力而进行暴饮暴食或摄入含添加剂的食物，反而会进一步损害身体的健康。在远古时代，当人类遇到猛兽的威胁时，肾上腺会迅速分泌出皮质醇，来提升血糖和血压，为身体提供瞬时的能量。然而，在现代社会，压力却是长期且持续的，这使得肾上腺长期处于过载的状态，导致皮质醇水平长期居高不下。这种情况不仅会加速血管的老化，还会增加血栓、心肌梗塞、脑梗塞等疾病的风险。年轻的血管富有弹性，但在长期高皮质醇水平的作用下，血管会逐渐变得僵硬，导致全身循环的恶化，引发皮肤干燥、脱发、肩颈疼痛等问题。要想维持健康的大脑和身体，主动进行减压是很有必要的。以下是一些可行的减压方法：一、识别压力来源，了解自己感到疲惫的根源，是精神、环境还是身体压力，并及时采取针对性的调整。二、调整生活方式，保持规律的作息，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，并进行适度的运动，能有效降低身体的压力。三、改善环境质量，确保居住环境的空气清新，尽量避免接触污染物和霉菌。四、管理人际关系，在与人交往时设立明确的界限，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精神冲突。通过系统性的管理压力，我们可以有效地清除大脑的毒素，
减缓衰老的进程，保持大脑和身体的活力，避免认知症的威胁。正如抗衰老专家所做的那样，只有坚持这些习惯，才能在100岁时代中实现优质的生活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如何清除大脑中的毒素。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些策略，这些策略不仅有助于大脑和身体的健康，还有助于情绪平衡和生活质量的提升。具体来说，有以下3种方法：一、停止摄入3种恶魔食物，减少环境的压力；2、通过重塑思维方式减轻精神压力；3、利用眼球运动缓解身体的压力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逐一探讨这些方法。第1种方法，停止摄入3种恶魔食物，减少环境的压力。在作者的诊所里，经常接待到因压力过大或肾上腺疲劳而来求诊的患者。作者发现，停止摄入以下3种恶魔食物，就能显著减轻压力，提高整体的健康水平。这3种食物是小麦、乳制品和糖。首先说一下小麦。小麦中的麸质会损害肠道的健康，是引发肠漏综合症的关键原因之一。麸质会让肠道细胞的连接松弛，使有害物质更容易进入血液甚至大脑，导致毒素的堆积，可能引发认知问题和炎症。如果试着停止摄入小麦制品2周时间，比如面包、比萨、意大利面和乌冬面等，观察一下身体的变化，您可能会发现食欲变好，排便会更加顺畅，早晨醒来时感觉清爽，心情平静，精神状态更好。如果2周后情况改善了，您就能更有动力地继续坚持。接下来说一下乳制品。虽然发酵乳制品如酸奶和奶酪有助于补充肠道的菌群，但乳制品中的酪蛋白却容易引发肠漏综合症，并诱发过敏症状，如花粉症、头晕和皮肤炎。为了避免这些问题，建议尝试2周的无乳制品饮食。您可以用植物性替代品取代乳制品，从味噌和泡菜等发酵食品中获取乳酸菌。另外，小鱼是钙的良好来源，可以替代牛奶。再说一下糖，糖类和精致碳水化合物为肠道中的念珠菌提供了养分，这会导致身体的炎症，加重肠道的问题。糖还会造成血糖的波动，引发记忆力减退，并与阿尔茨海默症相关的淀粉样蛋白贝塔积累有关。减少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选择以日式定时为主的饮食，比如米饭配鱼类、蔬菜和发酵食品，能有效控制血糖水平，维持脑部的健康。鱼类中的 Omega-3 脂肪酸如 DHA 能抗炎，增强脑功能，并预防认知症。第2种方法，通过重塑思维方式减轻精神压力。精神压力是常见的心理负担，来源于人际关系、工作压力或生活变化，例如工作中的权力欺凌和骚扰、育儿、家庭负担或社交媒体上的负面评价、失去亲人或工作变动带来的打击。要有效减轻精神压力，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：一、重新评价困境，尝试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，避免陷入消极情绪；二、设立合理目标，专注于自己能控制的事情，避免追求过高的期望；三、冥想与呼吸练习，这些方法能帮助我们放松大脑，从而减少焦虑感。第3种方法，利用眼球运动缓解身体的压力。眼球运动如快速水平移动眼睛是一种神经调节技术，可以激活大脑中的副交感神经系统，帮助我们缓解压力。这类练习对于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人尤为有效。现代人常见的身体压力之一是由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、电脑而导致的眼部问题。前面提到了不运动会增加身体的压力，而当我们沉浸在手机、电脑或电视前时，实际上我们的眼球并没有移动。现代人对于这些设备的过度依赖，导致了眼睛不动的生活方式，从而增加了身体的压力。眼球运动被认为直接会影响大脑的认知功能。实际上，患认知症的人的眼球活动较少。由于现代人普遍依赖智能手机和电脑，眼球活动的机会大幅减少，
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更多的活动眼球。因此，我要介绍一下作者推荐的眼球锻炼方法。这个方法非常简单，只需按照以下4个步骤进行即可。建议大家试试看。第一步，用一只手拿着笔，将笔从脸的左侧移到右侧，然后从右侧移到左侧，慢慢的让眼睛跟随笔尖的移动，重复这个动作5次。注意只动眼睛，不要动脸。第二步，用一只手拿着笔，将笔从脸的下方移到上方，然后再从上方移到下方，同样慢慢的让眼睛跟随笔尖的移动，重复这个动作5次。第三步，分别用左手和右手拿着笔，将笔固定在脸两侧，与肩同宽，然后交替左右看笔尖，同样重复5次。第四步，分别用左手和右手拿着笔，将笔固定在脸的上方和胸前，然后交替上下看笔尖，同样重复这个动作。这些纵横伸展的方法可以有效地活动眼球，帮助缓解您积累的身体压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